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老公买彩票中了1000万，瞒着我领了奖，还将离婚协议书拍到我脸上。老子现在有的是钱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？离了吧！看见你那张脸我就犯恶心。扯离婚证那天，渣男把貌美小三也带过来了。小三一看见我，吓得花容失色。我不知道赵亮是您的老公，我不是故意破坏您家庭的，请您原谅。我笑了，畜生配驴，至死不渝。你们好好在一起，别祸害别人了。张清宁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否则别怪我不给你1分钱。哦，因为我离婚协议签得够爽快，所以赵亮要分我2万块钱，当作散伙费。恋爱3年，结婚1年，我3年的青春就值2万块钱。我就是在马路边捡垃圾，3年时间也不至于就得2万块吧？赵亮表情倨傲，满脸写着"我是世界首富"6个大字。他怕是以为我这辈子都没见过1000万这么多的钱。小三瑟瑟发抖，几次想提醒赵亮，皆被我用眼神制止住了。我故意说，你买彩票的钱都是从我这要来的，按理说这笔奖金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，我有理由分得一半。张清宁，你想的倒挺美。赵亮立马龇牙咧嘴打断我，现在我1毛钱都不给你了，请你立马滚蛋。得，我甚是轻描淡写，这笔钱留给你看病了。赵亮愣住了，他可能没想到我真的不要1分钱吧，毕竟1000万对我来说真不值得一提，反倒让我看清楚了身边人的嘴脸。所以不亏，我带着自己的行李搬到我在温市的一处豪华别墅中。往常我都是居家办公，跟赵亮离婚后，我所有的时间都空出来，干脆回到了公司上班。李田来我的总裁办公室报道，他是我招进来的助理，所以他昨天一眼就认出了我。张总，我是被赵亮勾引的，是他死皮赖脸缠着我不放，我昨天就跟他分手了，我们现在什么关系都没了。我不关心这个，淡淡的问，你没有拆穿我的身份吧？他摇头，没得到您的允许，我不敢轻易拆穿您的真实身份。我松了口气，当初我就是害怕所遇非良人，所以从头到尾没跟赵亮说。我是青玉科技的总裁，号称温市最有钱的那个女人。这次彩票中奖，使我彻底看清了她的真面目。幸好我们结婚不久，也没有孩子，我还可以快速地抽身出来。我是很有钱，但是我长得又矮又胖，唯一的优点就是皮肤白。上学时，同学们追着我喊白胖子，我暗恋的男神也通过外貌抨击我，因此我非常自卑，不敢奢望自己能拥有一段美好的感情。直到我大学毕业，进了一家普通企业实习，赵亮是我当时的同事。有次聚餐，他坐我旁边，正好是发工资的日子，我收到银行短信，而他瞄到了我的手机，50万的余额，恐怕闪瞎了他的眼。他第2天就开始狂轰乱炸似的追求我。我一自卑的纯情小姑娘，哪里受得了他这浪漫的攻势？没多久我就沦陷了，不仅心甘情愿嫁给他，还赔光了银行卡里的50万，最后却连场婚礼都没有换来。购物是缓解愤怒的最有效方式，我预定了只全新的限量款包包，下班后直接去商场提包。刚踏进店铺门，就碰上了最晦气的2个熟人。我前婆婆王满军和我的前夫赵亮正陪着一妙龄女子在店中选包。女子身材纤细，浑身都紧贴着赵亮，赵亮笑得像个暴发户。王满军一口一个雪雪，无比亲昵地叫着他。赵亮这么快又换新欢，果真狗改不了吃屎。有钱了，
当然要多吃上几碗。哟，这不是我那土肥圆钱儿媳妇吗？王满军眼尖地发现了我。你这种矮矬穷，也敢来这种地方购物，只怕你的都比你的脸还干净吧？你就是阿亮的前妻。女子上下打量我一眼，当即笑出声来。阿亮，你眼光太差劲了吧？你怎么会瞧上他呀？是这儿的包包，他一个都配不上，还是你美。宝贝，今天你尽管挑，只要是你喜欢的，我都给你买。赵亮舔完他，还一脸挑衅地看着我，显然是故意气我。结婚1年，别说买包，他就连一块肥皂都没给我买过。家里所有物件全是我花钱添置的。这个混球非但不感恩，还把他的钱大方花在其他女人的身上。好啊，他喜欢花钱是吧？那就花个够啊！我倒要看看扣税后的800万奖金够他装到何时。原本接待他们的导购看见我，直接抛下他们，来到我身边。张女士，你上午预定的全球限量款包包已经到店，我这就去给您拿。他预定了限量款新包。王满军下巴都快脱臼了，一脸不可思议地瞪着我。张清宁，你也中彩票了。我没搭理他，接过新包把玩。不出我所料，女人很快就被我手上做工精细的包包所吸引。阿亮，我喜欢他手上的这只包，你快给我买吗？抱歉，这款包包全球限量发行，我们店仅1只。张女士是我们店的 VVIP 客户，享有优先购买权。您如果执意要的话，只能跟她协商了。听到这话，赵亮和王满军脸上的表情就像是被惊雷给劈了。我看向仍贼心不死的美女，大方一笑，大家相识一场。你喜欢这只包，我让给你就是了。赵亮，你还不快刷卡？我轻蔑地看向他，赵亮好似被我的眼神激怒了，当即甩给导购员一张银行卡。也不先问价钱，是挺蠢，不，挺酷的。店员将他的卡连同票据一块还回来，赵亮激动得直接蹦跶起来。什么破包，居然要250万！店员一贯的敷衍话术简直不要太动听。先生，我们这只包采用金贵的鳄鱼皮，纯手工缝制，物以稀为贵，是超值的呢。哎呀，怎么啦？怎么啦？我跟着惊呼起来。赵富豪，你该不会是舍不得钱吧？您这么的有钱，给女友买个200多万的包怎么了？赵亮是个多抠门的男人，我最了解不过了。他卡里一共就800万，这一下就花去了1/3，他怎么可能舍得？但是他还得在我面前打肿脸充胖子，没怎么，就确认下而已。我笑了笑，你该不会事后偷偷把包给退了吧？赵富豪，你要是个男人，就别干这种让我瞧不起的事。赵亮涨红了脸，越是心虚，气势就越大。你瞧不起谁呢？我干不出这种事，那就好。我是故意这么说的，这样他就不好退货了。我满意的拎着我订的另外一款真正意义上的珍藏级别包包，刷卡之后潇洒离去。我随便找了家餐厅吃晚饭，点了2瓶顶级干红，庆祝自己洗遍单身贵族。可能酒喝多了，赵亮和那女人讥讽的言辞不断盘旋在我耳边。我爸妈工作超忙，我从小就被他们送到乡下，是外婆一手将我拉扯大的。那些乡下的孩子没少欺负我，我爸妈索性将我塞进封闭式管理的学校，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如此。除了外婆，没有人关心在乎我。班上女同学集结起来霸凌我，她们将我关进卫生间，拽我的头发，用冷水泼我。臭肥猪，死猪婆，除了能吃能睡，你还会干嘛呀？瞅你长得油头大耳，猪八戒是你爹吧？哈哈哈！那些不堪入耳的外号，此起彼伏的辱骂嘲笑，
几乎伴随了我整个学生时期。打击我最深的阴影，还是高3的下学期。我们班上突然转来一名男生，当时的我被全班人孤立，只有我身旁的座位是空的，老师便安排他暂时跟我同坐。他外表出色，学习又好，很快就被封作我们学校的校草。他总是握着笔在做题，我悄悄用我的小肉手比划过好几次。他的手是又大又好看的那一种，手指瘦长挺直，指甲圆润干净。他会主动跟我说话，即便是我问他问题，他也知无不言。久而久之，我觉得他跟别人是不一样的。少女的春心萌动，在那个微热的季节，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，我连心脏都热得发烫。我悄悄给他写了封情书，夹在他的数学书里。那封情书第2天就出现在了常欺负我的那伙人手上。死胖子，长这么丑还学人家暗恋，你配吗你？沈雨成长那么帅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看看你配不配得上人家？笑话，沈雨成要是觉得他配得上，还会把这封情书交给我们。他不就是希望我们替他解决了这个丑八怪祸害吗？冷水不间断刺到我的身上，都不及这句话带给我的威力。一瞬间，我连唇齿都结了冰。是沈雨成叫你们来欺负我的。为首的女生点了点头，我一下子哭了出来。我奋力挣开他们，发疯似的冲回到班级。沈雨成早已经更换了座位，见我来了，他抬起一双清冷的眼睛，装成着不满和厌恶。张清宁，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我更加不会早恋，你好自为之。整间教室都是哄闹的嘲笑声。沈雨成冰冷的话语和那厌恶的目光，直接把我推进18层地狱。那之后，我沦为全校的笑柄，不得不整日把自己包裹得像个粽子。极度强烈的痛苦逼得我将手指扣进了嗓子眼。刚刚吃下的食物被我一股脑吐进了垃圾桶。我要减肥，我一定要瘦。沈雨成，王八蛋，等老娘瘦成一道闪电，非亮瞎你的狗眼不可。我醉醺醺地发泄完，就瞥见隔壁桌背对着我而坐的男人，虎躯一震。他奇怪地扭头看了我一眼。成哥，这妞刚才好像说要亮瞎你的狗眼。话音未落，一道炽烈的视线直直地撞到我身上。我依稀看见一只修长好看的手在捏着酒杯轻轻把玩，这手好眼熟，好像那个王八蛋的手。我气得站起，摆脱了身高限制。我也看清了隔壁桌2位男性的正容，其中一位面色铁青，眼神复杂地盯着我，那双清冷高傲的眼睛我再熟悉不过了。可是怎么可能？这厮明明出国留学了，况且他不是我们温城人，没理由出现在这呀。我以为我在梦里，就摇摇晃晃来到他们桌前，一屁股坐到沈雨成的身边，还老痞子似的伸手揽着他肩。哎呦喂，这不是我们明德高中的校草吗？说着，还贪婪地摸了把他的小嫩脸，他脸更黑了。张清宁，请你自重，你嫌我重。我惊呼，一屁股坐到他大腿上，欺人太甚，我压死你我！沈雨成，张清宁，几年不见，你倒是愈发彪悍了。开玩笑，这是在我的梦里，还能让他把我欺负了不成？我侧身按住沈雨成脑袋，直接啃。呵，男人，现实中我得不到你，在梦里我还不得好好蹂躏你呀！沈雨成表情震裂，呆坐在那，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圆。坐在我俩对面的小哥笑得狂捶桌面。我不懂，就是一个梦而已，这人咋笑得那么狰狞真实？下一秒，我被沈雨成像提小鸡仔似的提溜了起来，我被晃得头晕，哇的一声大吐特吐，好像听见倒抽冷气的声音。沈雨成一点都不绅士，他把我丢到地上，
气呼呼的：张清宁，你夺走老子的初吻，还敢吐老子一身，你活腻了是吗？梦里的男神还会爆粗口啊，真可爱。我勾着满足的笑容，直接摆烂。是的，我摆烂了，也变强了。当我蓬头垢面，从陌生的床上坐起身，我的大脑一瞬间闪过无数猜想：酒后乱那啥，被人捡那啥，失身了云云。然后想起赵亮说我这大妈身材，是个男人都不会看我第二眼，因此结婚1年他都不碰我，应该不会有人把我捡走吧。我刚这样想，一抬头就看见我的床角站着一个双手环胸、好整以暇但分外眼熟和帅气的男子张清宁。他念我的名字，咬字发音极重。你是第一个睡在我床上的女人，知不知道你昨晚都干了什么？啊！我尴尬的脚趾扣床，昨晚竟然不是我的一场美梦，难不成昨晚我强了他？我是真没想到自己竟然饥渴到了这般田地。我捂着脸，没脸见人了。10万够不够？不够的话张清宁。沈雨成出声打断，他眯着眼，步步向我紧逼。你要出10万块跟我私了？你这么有钱，要不要包个月或是包年？我傻眼了，校草，没想到你这些年生活竟然落魄到这般窘境。沈雨成突然伸出长臂，将我抵在了床前，他挨我很近，呼吸痒痒的扑打在我脸上，我的心像失控了似的，开始狂跳。昨晚你吵着闹着要睡我的床，所以我被迫打了1晚地铺，腰酸背痛，根本睡不着。你想哪里去了？我的脸刷的一下全红透，这个混球调戏我，无事发生就好。我紧张的口舌打结。那什么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我挣扎着起身，却听咚的一声，我一头撞上沈雨成的下颚。我捂着头，他捂着嘴，这一幕说不出的滑稽。沈雨成气愤地垂眸看我，仅一眼，他耳朵间泛上诡异的红色，快速扭过头去。我后知后觉，领口不知什么时候滑下来了，难怪我觉得胸前凉凉的。我赶紧捂住心口，落荒而逃。沈雨成毕竟是我曾喜欢过的人，我还想在他的面前保留一份美好。可是昨晚我丢脸丢到了太平洋，但一想起他曾经带给我的痛苦，就觉得他活该。碰上我肯定是他沈某人的福气。我先打车回家梳洗更衣，之后来到公司上班。张总，人工智能新项目的负责人已经来了，在楼下等您呢。长身玉立的男人背对我，站在机器跟前，修长的手指飞快在屏幕上编写代码。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迎宾机器人。沈工程师李田犹豫着唤了一声，身着灰色休闲服的男人转身望来，丰神俊朗的脸上，一双眼眸极其明亮，泛着清冷的幽光。四目相对的一瞬，他浓墨般的眉头皱起，我顿觉呼吸不畅，半天憋出一句：沈雨成，出国镀了金，你也才混到这个地步啊？这位是我们公司张总。李田小心翼翼向他介绍，然后压低声音在我耳边提醒：张总，人家沈工程师拿过许多国际大奖，发明了不少高智能产品，还拿到过很多专利。他可是您父亲花天价从美国请回来的高级工程师呀！我懵了，沈雨成有那么厉害？张总是吧？沈雨成阴恻恻地笑，朝我伸手。初次见面，以后还望您多照顾我。照顾他？我瞥了眼他递过来的手，高傲地抬高下巴，直接走人，让其他部门负责这事。我不想看见他当着曾霸凌我的人面走掉。我心里无比酥爽，胃口明显比以前好多了，不知不觉就吃光了午餐便当。
可随之而来的是暴饮暴食的罪恶感。我很怕在面对沈雨成厌恶的目光、别人的奚落嘲讽，我发过誓，我一定要瘦。我抱起垃圾桶，手指再一次伸进嗓子。哦，很不巧，有人这时敲响办公室的门，我已经吐得停不下来，胃抽搐的令我发出阵阵哀嚎。门外的人估计以为我有危险，直接推门而入。他看向我，我看向他，我们两人都惊呆了。沈雨成反应过来后，大步跃向我：“你这样催吐多久了？”他满眼的震惊：“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很伤身体？”我冲他冷笑：“那也比被人叫白胖子强。这个称号，据说是他给我起的。”此后，那伙欺负我的人便追着我喊白胖子。他听到这个称呼怔了怔，我已经端坐好，擦了擦嘴角问：“你有事吗？”沈雨成这才回神，将手里的文件放到我的办公桌上。相关的程序合约需要你签字才能生效。我呜的冷笑，终于，你也有需要求我的时候了。他浓眉皱起，甚是不解地盯着我。张清宁，你没事吧？我什么地方得罪过你？你为什么针对我？我学他曾经云淡风轻又冷漠疏离的口吻。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级工程师有很多，而你恰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话说到一半，桌面上的手机忽然震了震，竟是赵亮的微信消息：“你还有东西落在我家里没有取走，今天晚上你过来一趟吧。”我被气笑了，这家伙还有脸见我？好，我倒要看看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我突然将手机放下，抬起眼直直地看着沈雨成：“你若想让我在合约上签字，想我如期给你开工资的话，今晚你陪我去个地方。”沈雨成眯起狭长的眼睛，思考了大约2秒：“张清宁，我帮你可以，但是事后你必须告诉我你针对我的缘由。”好，我爽快答应，这又不是什么难事。我们达成了合作共识，重回和赵亮一块生活过的房子。这里的摆设模样大变，玄关门口还摆着2双陌生的女鞋，显然有女人住进来了。这房子是王满军出首付买的，贷款却是我和赵亮一块还的。房本上只有赵亮一人的名字。从前，我视金钱为身外物，总认为我跟赵亮不可能走到离婚那一步。现在，我只觉得曾经的自己可笑且无知。张清宁，我知道你上次是花钱雇人演戏，就为了在我的面前扬眉吐气。你完全没必要那么做，想引起我的注意，跟我和好，你直说就行。听到赵亮大言不惭的话，我简直惊呆。赵亮，你臆想症都这么严重了，没去医院看看吗？是不是800万花完了？你没钱看病了呀？张清宁，赵亮站在门口，朱颜震怒。我叫你回来，是因为我想了想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能过下去的。我妈说你屁股大，肯定能生儿子，只要你给我生个儿子，我们就复婚。她说的就好像我迫不及待，等着跟他复婚一样。我冷笑出声：“你的奖金现在还剩下多少？”赵亮脸色一暗，搪塞我道：“为表我的诚意，我把上次欠你的2万块给你先。”他交给我一张银行卡，并说密码是你的生日。我笑了笑，转头就将这张银行卡抛给了我身后的男人。他接住卡，及时跨向前一步，揽着我的腰身。我柔顺地趴在他肩上，笑眯眯地瞧着赵亮：“老公，这是我前夫给我们的份子钱，快谢谢他。”沈雨成冷淡的嗓音并无起伏：“谢了。”赵亮看了看沈雨成，又看了看我，一副捉奸在床的神情，咬牙切齿的，恨不得把我给生吞活剥了。张清宁，你敢背着我找小三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我觉得他真是搞笑，还不等我出口反击，
沈雨城先发话了：“你们已经离婚了，青宁找小三、小四还是小五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再说，我们是正式交往的情侣，并非你口中见不得光的关系。将来我们还会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夫妻。别把你的无知当成你撒野的理由。”沈雨城这番发言，着实帅到我了，和赵亮这只土鸡暴发户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赵亮说不过沈雨城，气急了眼，抡起拳头朝沈雨城招呼过来。他个子矮，身手笨拙，哪里是沈雨城的对手？只见沈雨城轻轻伸手，这家伙便自食苦果，捧着他受伤的手臂，连连后退。张清宁，你敢带男人来我们家找事？你想死吗？就在这时，王满军带着那名学学赶了回来。王满军第一时间扑向倒在地上，连声哀嚎着：“儿子啊，你没事吧？”我笑了，是你儿子让我过来的，也是他先出手打我男朋友，我们这叫做正当防卫。你少倚老卖老，有空多学学法律吧。他是你男朋友？王满军指着沈雨城，瞠目结舌。他大概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找到了下家，而且还是个超级大帅哥。那学学脸上挂不住，大声质问赵亮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叫你前妻来我们家？”赵亮魂都吓没了，哆嗦着说：“是张清宁发消息勾引我，是他非要见我。婷雪，你误会我了。我懒得听他信口雌黄的狡辩，更不想和这伙人再有所纠缠。”我给了沈雨城一记眼神，就准备离开此处。可沈雨城没有当即走人，他浑身携着破人的冷意，迈脚走到赵亮的身前，居高临下，面目冷厉地瞪着他。赵亮害怕得浑身打颤，紧接着我就听见了沈雨城清冷之中卷着胁迫和愠怒的声音：“以后别再纠缠我女朋友，否则下一次你会死得很惨。”说完，在我愣怔的目光中，他牵住了我的手。沈雨城牵着我走到了楼下，我看着我们紧紧握在一起的手，心跳洪亮的仿佛要穿破胸膛，一路走到我的车旁，他才松开我。我尴尬地翻出车钥匙：“那个，谢谢你今天帮了我，我请你吃饭吧，饭店我订的，菜我选的。”沈雨城全程坐在我对面，抱着平板电脑，专心撰写最新的程序公式。直到：“您要的酒，我们店刚好卖完了，我给您换成其他的，您看可以吗？”服务生话音未落，沈雨城突然抬眼瞄了我一下。我不想晚上扛个疯婆子回去，也不想再被人吐一身。把酒退了，不许喝，区区一个打工人，我凭啥要听你的？我大方告诉服务生：“给我多上几瓶好酒。张老板今晚心情好，来小沈，我敬你。”我喝了2口酒，当即酒精上脑，言语错乱。沈雨城看着我捏着酒杯在他面前乱晃，他脸黑了一个度：“张清宁，没人告诉过你，你酒品极差的吗？”我把我喝过的酒杯塞他手里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。“来，干！”他好整以暇地笑着。“我喝了酒，等下怎么开车载你回去？我可以叫代驾。”他压低了声：“你就不怕我喝酒以后兽性大发？”呵，我自嘲地大笑出声：“你看不上我的，不是吗？”他愣住了。“张清宁，你为什么会这样说？”我一口气干光了一杯酒，靠着椅背，不知不觉湿了眼眶。“高三，你说过，我不是你喜欢的类型。我知道我胖又丑，那我就没有喜欢一个人的权利吗？你可以不喜欢我，但你不应该笑话我，更不该伤害我。你知道吗？我曾经以为你跟所有人都不一样，后来我发现你跟那些欺凌我的人也没什么不同。他们伤害了我的肉体，而你则伤害了我的心灵。”沈雨城的眼神动了动，压抑半晌才道出一句：“所以
你才会催吐减肥。我没吱声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叹道：那时候的我，一心只想学习，除学习以外的事情，我基本不会在意。张清宁，如果我当时的做法伤害到了你，我代表当年的自己，郑重地向你道歉。我摇了摇头，苦笑。很多事并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够化解的。张清宁，他唤我。我迷迷糊糊地望向他，他双眼格外坚定，性感的唇一开一合。我顿时想起自己抱着他乱啃的画面。我当初不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的外貌，换做任何一个人向我表白，我都会拒绝，因为人生有很多事比谈恋爱重要。在人生最紧要的时刻，你不该分出精力来喜欢我，你应该抓紧学习，努力上岸，这样将来你才不会遗憾。我嗤之以鼻，所以现在高中毕业了，沈雨成，你可以喜欢我了吗？沈雨成沉默了。我大概是把天聊死了，我的心早就死了。把天聊死算个屁呀！喜欢不喜欢，有那么重要吗？沈雨成意外地反问我。我只会写程序代码，不会谈恋爱，也没打算谈恋爱，那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大胆拍上他的脸，色眯眯地说：你长这么帅，不谈恋爱，暴殄天物啊！怎么样，小帅哥，晚上跟我走吗？沈雨成面色深沉地瞅着我，被我吊儿郎当、戏谑挑逗的样气得直咬牙根。张清宁，你忘记你说你永远不原谅我了？泡仇人是你独特的兴趣爱好吗？我龇牙，我可以暂时忘记我们之间的仇恨，今天晚上不计前嫌。我几乎整副身子都紧贴着他，而他一把掀下我。张清宁，我第一次见你这么没脸没皮的女性，你真是女的。货真价实。我再次粘了上去。我是被沈雨成扛进家门的。今天晚上他滴酒未沾，我一个人喝了2瓶酒。到了家，我飞奔进卫生间，手伸进嗓子眼，秃弟一只大手攥住我手腕，硬生生把我的手拉到空中。我不是告诉过你这样做不好？你发誓以后不催吐了。我难受哭了。我不是为了减肥，我胃里火辣辣烧得慌，吐出来会好受些。你真是……沈雨成被我气得无语，他端详了我2秒，放开我，转身走出去。没多久，一支药强行灌入我口中，那苦的我直接抱住了身前的人。他明显被我吓到，脚步猛地后退，我俩双双摔进了浴缸中。体型悬殊是这样的明显，他被我压得动弹不得，而我趴在他身上睡了过去。我的床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硬了？我迷糊爬起身，睁眼的瞬间，我被震得原地石化。沈雨成四仰八叉躺在我的浴缸里，不，准确来说，是我把他压在了浴缸里。我坐在他的身上，而他面色惨白，双眼紧闭。他该不会被我压死了吧？我摇了摇他，他猛地睁开了眼。我们四目相对。啊！我吓得一边尖叫一边起身，哪知却一头撞上顶上的花洒。一瞬间，水珠爆开，冰冷的水花浇湿了我们2人。沈雨成也从浴缸站起来了，他只看我一眼，便赶忙背过了身。我一低头，吓得懵了，抄起墙上挂着的浴袍，把自己裹住，落荒而逃。等我收拾好自己，走下楼梯，沈雨成正一本正经端坐在我的客厅沙发上。看见我，他捂嘴轻轻咳了一声，脸上升起一抹诡异的红色。张清宁，其实你挺有魅力的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。我蓦然怔住，他话里的意思是我对他有吸引力。我张清宁在他眼中有女性的魅力。我被这个偌大的惊喜给劈傻了，但照亮这个前车之鉴使我很快冷静下来。搞不好沈雨成也是为了我的钱。我不傻，
你从前不喜欢我，现在又怎么可能喜欢上我？我们才接触多久？沈雨成，你不是不会谈恋爱吗？现在说起情话来，倒是一套接一套。他听了我的话，从沙发上起身。你不能因为曾经受到过伤害，就失去爱的能力和勇气。张清宁，我也说了，我想和你试一试，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。如果磨合不来，彼此也都可以放开手。我后退半步，心里的枷锁仍没有打开。算了，我不会嫁给一个曾害我、被校园霸凌的人。我越过他，出门上班。他尾随我的身后，追至我车旁。张清宁，你被霸凌过？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。你把话说清楚。说不清楚了。我径直将车开走了。后视镜中，沈雨成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我的心凌乱至极。晚上，我一个人心烦意乱去了酒吧，没想到在这碰上了曾欺凌过我的那帮人。他们还和从前一样，乱搞男女关系，混乱地围坐在一起，喝着酒，打着牌。不知是谁瞥见我，一伙人浩浩荡荡地朝我走来。哟，张清宁，你这几年混得不错呀，都敢开黑桃 A 了。怎么样，你今晚请我们喝黑桃 A 吗？这伙人曾欺负得我那么惨，还敢让我请他们喝酒。我怒上心头，都给我滚开！张清宁，你活腻歪了是不是？黑发女抓住我头发，劈头盖脸地教训我。我瞬间忆起了从前被她压在卫生间用冷水呲的画面。路过的人没一个肯帮我。住手！在我陷进过去的绝境时，我的头顶猛然响起一道洪亮有力的声音：你们就是霸凌清宁的那群人。我震惊，沈雨成什么时候出现在这的？他的身后还跟着酒吧的安保人员。见这架势，那伙人明显懵住了。而我看着沈雨成道貌岸然的模样，忍不住的冷笑。我写给你的情书，不就是你交给他们的吗？你给我写过情书？沈景安一头雾水，我怎么从来没见到过？说罢，他唰的扭头，瞪向其中的黑发女。当年是你跟我说张清宁喜欢我。女人的手还被沈景安紧紧攥着，她嘴唇哆嗦，颤声解释：是我擅自翻了你的数学书，调出了那封情书。我也喜欢你，我怎么能让这只蠢猪抢在我的前面得到你？我这么做就是为了伤害张清宁的自尊，让他知难而退。那白胖子呢？我不可思议地反问他：你不是说他是沈雨成给我起的外号吗？沈雨成满眼无奈：白胖子是我当时的网名。我超喜欢《龙珠》里的魔人胖布欧，我不知道他把我的网名拿来羞辱你。清宁，对不起。我愣怔地看着面前一脸真诚向我道歉的沈雨成，原来这些年竟是我误会了他。温室已入秋，我们走出酒吧，冷风一阵阵刮到身上。沈雨成将他的外套脱下，披到我肩上。清宁，你现在愿意同我交往了吗？我脚步僵住，片刻后，我摇了摇头。沈雨成眼中的光暗淡了，他垂下了头。今晚就不送你回去了，我给你打个车吧。我坐进出租车，捞过他的外套，抱在怀里。沈雨成身上有股清冽的味道，夹杂着薄荷的清香，蛮提神的。翌日，我将一份签好字的协议书推到他的面前，并且说：我们结婚吧。这是一份婚前协议，归纳了我的财产问题。一旦沈雨成在上面签字，我的公司和我的资产未来将和他没有半分钱关系。说实在的，我也是想考验他，看他跟我在一起到底是不是为了我的钱。沈雨成竟然毫不犹豫地接过笔，签上了他的大名，一式两份，交到我们各自的手中。我总算露出了舒心的笑容，开始筹备起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场婚礼。递发喜帖时，
我毫不犹豫往赵亮的公司单位也寄了2张。我和沈雨成的婚礼定在全市最豪华的酒店庄园，999张尊贵宴席，酒席上的每道菜都价值连城。温氏最有钱的女总裁喜宴，当天无数人前来，我在门口迎宾，站的脚都酸了。赵亮终于来了，我给他寄了2张喜帖，他今天却是一个人过来的。他显然没来过如此高档的场所，在门前愣了足足5分钟。我掩嘴偷笑，他怕不是还以为我打肿脸充胖子，花钱买景，在他的面前演戏呢。赵亮，你来都来了，干嘛不进去？赵亮傻傻望着我。宁宁，没想到你穿上婚纱这么漂亮。为了穿上这件意大利纯手工定制的婚纱，我从上个月就开始减肥。沈雨成不允许我节食和催吐，他拉着我去健身房。我依靠运动足足瘦了10斤，体型都变得好看多了。穿上婚纱时，我甚至都有些恍惚，不敢相信我张清宁也有这么美丽的一天。我微微一笑，跟对的人在一起，当然会越变越美了。赵亮哽咽了下，没让你穿上婚纱是我的遗憾，宁宁，我今天就是过来弥补遗憾的。我要结婚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我讽刺，你的雪雪呢？那个孟庭雪太能花钱了，我的积蓄现在都所剩无几了。宁宁，我求你回来，跟我一块过日子吧。赵亮哭得泪流满面，而我只想说，鬼才要跟你一块过日子呢。恰好这时，一名商业伙伴赶到，他冲我点头微笑。张总，听说你公司最新研发的 AI 机器人销量已破100万了，真是双喜临门呀！这都是我老公的功劳，他是 AI 方面的天才。我客气地与之寒暄。宁宁，他刚刚叫你张总。赵亮目瞪口呆，我不得不感叹他的愚钝。你该不会从来没百度过我的名字吧？说着，我将自己的名片递给了他。赵亮此刻的表情该怎么形容呢？后悔又带着懊恼，彷徨又沾着遗憾。宁宁，他不甘心地再度开口。这时，一只大掌从后挽住我的腰。老婆，婚礼快开始了，我们进去吧。我侧手望去，今日的沈雨成一身白色西服，更加帅气逼人了。我心花怒放，老公，我爱你。他耳根泛红，牵着我的手，小声地说：“我也爱你。”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小外甥快出生了，我被老妈拉着一起给他做虎头鞋。他冷不丁地问了句：“你姐这几天给你打电话没？”这丫头这几天也不打个电话，算算预产期就这几天了，我得赶紧准备准备。我安抚着老妈，可能姐姐这几天忙呢。外头传来吵闹的声音，隐隐约约还有人在哭丧。我朝窗外看去，姐夫王德发带人抬着东西直冲着我家来了。他把那东西狠狠地往地上一扔，嫌恶地吐了口浓痰。真他妈的晦气！这臭娘们死了也不让我安生。被草席随意包裹的尸体就这样滚了出来，骨瘦如柴的尸体上聚满了苍蝇，散发着浓烈的恶臭。女尸的下半身满是血污，看上去触目惊心。我的心脏一瞬间剧痛，眼前尸体的惨状让我几乎分辨不出来什么人。难道是我的姐姐？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姐夫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王德发贼溜溜的眼睛上下打量我几眼，呲着大黄牙，猥琐地笑了起来。你姐你认不出来了呀？他又呸了口，用脚踹了尸体一脚。没用的娘们，生个孩子都生不出来，废物！妈妈一头扑了过去，将尸体护在怀中，双手颤抖地拨开尸体上的头发，差点晕过去。她哭得撕心裂肺。我的女儿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愣在原地，
姐姐前几天还跟我通过电话，她说等孩子出生了要把他带回家来给我们抱抱。怎么突然人就没了呢？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王德发一家都来了，他妈对着我们破口大骂：别顾着哭丧，你们家的扫把星自己死了算了，把我的大孙子也给害死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没，要么把彩礼钱退给我，要么再赔我一个新媳妇。王德发连连点头，朝我吹了个口哨，下流的目光在我的身上流连。他看向我妈：丈母娘，这是你家的小女儿，模样长得比你大女儿还俊啊，早点见到小姨子，我就一起收了算了。他妈也凑了过来，打量着我，屁股大，好生养，还是个大学生，以后教孩子也好。你代替你姐到我们家去，给我们王家生个大胖小子，这6万6的彩礼我就不让你赔了。我气笑了，这算盘真是打得叮当响啊！我姐姐没了一条命，还敢大言不惭。我妈见王德发他妈这么欺负人，气急攻心，哭着冲了上去：你这个没良心的老妖婆，平常就不把我女儿当人看，现在她为了给你老林家传宗接代没了，你还这么说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我迅速拿出手机放在窗台上开始录像，然后冲过去一把抱住了我妈的腰，小声在老妈耳边说：妈先动手的是过错方，不能动手，等下她肯定要上来干架，等会看我眼神，直接躺地上。王德发他妈见不得有人抹黑他儿子，袖子一撸就冲了上来：你个贱蹄子，你女儿没福气，早早死了，我还没怪你女儿克我家呢。他冲上来要拽我们的头发，我偷偷侧身抱着我妈就往地上倒，垫在我妈地下，开始浑身抽搐。我扯着嗓子大喊：杀人了，杀人了，婶子快帮我报警！王德发也不甘示弱地嚎了起来：你他妈的死贱人，信不信老子打死你！别嚎了，儿子别管这个贱皮子，正好等警察来了给我们评评理。女儿死了不还彩礼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情？警察来得很快，看到院子里的尸体，立马警戒起来。我戳了戳我妈，我妈立刻懂了，大声地叫唤了起来。我则不停地抽搐。人群中邻居大婶给力地喊了句：只认王德发一家，警察同志，他们打人，可怜的大妹子快要被他们打死了。王德发的妈妈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：青天大老爷，您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他们家骗我彩礼。王德发在旁边添油加醋，警察听着眼睛都要瞪出来了。他鬼鬼祟祟地拿着一沓钱往警察手里塞：青天，哦不，警察同志，你帮我把彩礼要回来，这些都给你。警察大声呵斥，看着王德发的眼神也变了，指着我说：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打了人是要赔钱的。接着又问我：小姑娘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不舒服啊？我捂着头，装作十分虚弱的模样。我头晕想吐，刚刚他推我的时候磕到头了，我要到医院去检查。王德发在地上捡了块砖头，冲上来就想干我，想讹钱是吧？我心里乐开了花，这是脑子进了多少水？警察面前都敢这么嚣张？警察一个擒拿手就把人给按在地上了。王德发如一条死鱼一样拼命地挣扎着：狗娘养的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信不信爷爷把你的脑袋打开花？他们家拿了我的彩礼钱，我要回来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你们狼狈为奸。直到警察给王德发戴上了手铐，他才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开始抱着警察的大腿求爷爷告奶奶嚎了起来：你求我没用，那边受伤的母女原谅你这事就算了，不然就要蹲局子。警察晃了晃手里的银手铐，王德发嬉皮笑脸的起身：那好说，小姨子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
你快跟他说说，都是误会，让他们赶紧走。他妈在旁边帮腔，警告我：就是啊，我劝你识相点，不然过门了，我可不会让你好过。我爸很早就过世了，全靠我妈拉扯我们2个女儿长大，家里穷，姐姐年长我几岁，不愿意再上学，而是早早进厂打工，结识了王德发，2人就这么走到了一起。他性格软，也从未跟我们透露过他过的是这样的生活。如此不要脸的一家人，还跟他们客气什么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德行，你找老婆该去池塘里找，癞蛤蟆和你顶配。我今天把话放这里了，我不会谅解你们的。王德发恶狠狠地看着我，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了一样。警察贴心地走上前，挡在我前面。当事人不谅解，跟我走一趟吧。见到警察，王德发就软了。啊，欺软怕硬的怂蛋！他们因为闹事被拘留了7天，这7天里，我一定要找到姐姐死亡的真相。经过一番波折，我找到了姐姐生产时所在的医院。我运气不错，进门问路时碰到的医生就是姐姐的主刀医生。他看着我：你是萝莉的家属？我点了点头。他不耐烦地赶人：赔偿都已经拿到了，你们一家人还要怎样？我告诉你，做人也是要底线的。什么钱？王德发还拿到了赔偿。医生，我是他的妹妹，我是来为我姐姐讨一个公道的。医生愣在原地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：你姐姐她命苦啊，她宫缩的时候疼得在地上打滚，都没人管她，痛得走不了路，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医生的话如同一把利刃，在一刀一刀地刮我的肉。我的嘴唇微微颤抖着：医生，我姐真正的死因是什么？羊水栓塞，她老公不肯签字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。她觉得是医院的错，把你姐的尸体就扔在大厅，吵着要赔钱。你姐姐的尸体在医院门口放了3天，都没人管。难怪姐姐到家里的时候，已经散发出腐烂的恶臭味。原来是这样，我给她深深地鞠了一个躬，带着祈求：医生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她叹了一口气：本来我是不应该管这些的，但你姐姐真的太可怜，当时一个人一直在哭，嘴里喊着妈妈。我好痛，你拿着我的卡去护士那边，他们会给你完整的就诊记录。在找到姐姐死亡的证据后，我还未整理，就看到了王德发在某音上发布了一条实名举报的视频，现在已经冲上了热门。视频中，王德发和他的母亲声泪俱下地说：我们都是老实巴交的乡下人，我辛辛苦苦一辈子给我儿子攒了几万块的彩礼，被罗莎给卷走了。昨天我和儿子去讨个说法，他躺地上开始讹钱，我们是真的没办法了呀！求求各位帮帮我！视频结尾2人抱头痛哭，评论已经炸了。骗婚的死全家，这种人活着干嘛？有没有人能开河？到底是哪个？我要教他做人。这人还是个女大学生，这年头大学生就这素质。艾特出来了，大家冲烂他，国家就应该取消彩礼。我的所有私人信息都被爆了出来，有人把我的照片 P 成灵堂的黑白照，各种恶搞视频，有10几万条私信都是骂我的，甚至有人说和我是同学，我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卖，说的有鼻子有眼。我联系了律师，着手准备证据，顺便在某音发了一个公告，我会在明天晚上8点直播。底下的评论区彻底炸锅了，他还敢直播？看我到时候不喷死他！想给他寄花圈，有没有兄弟提供个地址？第2天我准时打开了直播，人数从1000直接飙升到了100万，还真有胆直播呀！别出来恶心人，祝你出门被撞死！兄弟们散了吧，这女的估计就是蹭热度的，
过几天就开始带货了，就这姿色，倒贴我都不要。所有人都在骂我，都让我去死，但我一点都不在乎。比起姐姐的痛，我这些算得了什么？先前姐姐结婚的时候，我给她拍过一张照片，照片上她穿着红衣服，挽着王德发，笑得很开心。王德发家境贫穷，都没办婚礼和拍婚纱照，只给了6万彩礼，但这彩礼并没有在我们这里，而是在姐姐的卡中。想必姐姐没有跟他们说，就被害死了。我拿出了照片，王德发是我姐夫。前天他把姐姐臭掉的尸体扔到了我家门前，扬言要么退还6万的彩礼，要么我就替姐姐嫁给他。弹幕炸了，直播间的人数突破了200万，大多数人还是不相信我说的。现在的 PS 技术这么发达，我们怎么知道照片是不是 P 的？就是我看这女人面相就不好，这是拿到流量了，要开始洗白了。可怜那一家老实巴交的农户，辛苦存下的积蓄就这么被骗走了。现在博眼球的为了钱，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。我知道，仅凭借一张照片无法扭转现在的局势。继续抛出重磅信息，这是我姐姐的住院信息，王德发的缴费记录。另外，王德发的银行卡有大额的转账记录，转账人是爱民医院。爱民医院前几天新闻上那个拿老婆尸体堵医院大门，就是这个医院呐。他讹了医院一大笔钱，他妈在医院门口骂了3天街。这种人，你们还说他忠厚老实？有热心的观众把视频的链接贴到了直播间里。视频里的王德发拿着凳子要去砸医生，他妈躺在地上拽着保安的腿，各种污言碎语。这些证据都贴出来后，弹幕的风向瞬间逆转。第一次见这么不要脸的一家人，害死了人家女儿还敢上门闹。如果没错的话，这赔偿款是被他们一家独吞了吧？我双眼含泪。我姐姐的死因是羊水栓塞，而这王德发一家人嫌浪费钱，不愿意治疗，而是放任我姐姐痛死。他一个人在医院孤苦无依，死了尸体被丢在大门3天3夜，这是人能做得出来的事情吗？如今他们一家人正起诉我家偿还彩礼，我愿意还他们钱，可谁来还我的姐姐？求大家帮帮我，还姐姐一个公道。直播间的观众七嘴八舌地帮我出着主意，而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喧闹的声音，似乎有人在敲锣打鼓。王德发带着几个人，抬着一顶破落的小轿，正往我家院子过来。看见我妈，他热情地招呼着：“丈母娘，我来接老婆来了。我不嫌弃你家刚死了女儿，咱们尽快把这桩婚事办了，年后生几个大胖小子。”我妈拿着擀面杖站在门口，把我死死护在后面。“你个死皮赖脸的泼皮货，给老娘滚远点！”我低头在她耳边说道：“妈跟这无赖说再多也是没有用的，你快去村委会找人。”我妈咬咬牙，就往后门冲了出去。接着我把直播的手机对准大门口，弹幕看到王德发直接过来绑人，直接炸了。我靠，这年头还真有这么奇葩的人啊！怎么办？想刀人了怎么办？这老男人好恶心，不知道多久没刷过牙了。主播给个地址。我看不下去了，我要打飞的过去打掉他那口大黄牙。欺负人家孤儿寡母，算什么本事？王德发大摇大摆地走进来，环顾了一周，啧，还真是穷酸。他笑眯眯地看着我：“小姨子怎么在大门口等我呀？是不是迫不及待了？”我把厨房里的菜刀拿了过来，咬牙切齿：“你这种畜生，杀千刀都不为过。”王德发伸手想要搭我的肩：“别太冲动，细皮嫩肉的，小心伤到。你说你跟了我不好吗？我的到时候也是你的，你给我生个大胖小子，
你姐姐看了也开心啊。我家有香火了。我狠狠啐了一口沫，别提我姐姐，你不配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迟早把你送进去。村委会离这里有几百米，他们过来没这么快，我必须拖延时间。天皇老子来了也没办法，我进的是我丈母娘的家，接自己的媳妇，谁管得了我？今天你必须得跟了我。王德发面目狰狞地朝我扑来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妈带村委会乌泱泱的一大帮人回来了。村长就是王德发的大伯，他早年间念过私塾，骨子里最重礼义廉耻，再加上为人谦和公正，村里的人都非常尊敬他。村长重重地用拐杖敲着地面：“王德发，你这是要反了天了！你给我把人放下来！”王德发不服气地说：“大伯，我是你侄子，你怎么还帮着外人呢？我花了6万6的彩礼取得他姐，你是知道的。姐姐没了，妹妹不得补上吗？不然我这彩礼都白花了。”混账！村长打断了王德发，痛心疾首：“你妈就是这么教你的？”王德发不以为然：“不然呢？我妈不过也只是个生我的工具。”妇女主任看不过去了，叉着腰对王德发破口大骂：“你真是狼心狗肺，把人家好好的闺女给害死了，还好意思来拿彩礼！倒了8辈子没遇上你这么个畜生！”我跑到村长身后，顺势哭了起来：“村长，他害死了我姐姐，现在又盯上了我，这是逼我们母女2个去死啊！你给我跪下！”村长一拐杖重重地抽在王德发身上：“我来替你爸爸好好管教管教你。”村长让人把王德发按在地上，用拐杖往他的背上打去。王德发嘴里还是不干不净地骂着：“小贱人，你故意害我，你最好给我躲好，不然我迟早把你给杀了。”我假装害怕地往村长边上躲：“村长，这让我们孤儿寡母一家怎么活哦？万一哪天真被他杀了，就真的绝户了。妮子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会处理好，一定给你们一家一个说法。”村长足足抽了10几棍才停下来。王德发蜷缩着身子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，仿佛想从我身上咬下一块肉来。“王德发，以后再让我知道你逼迫罗莎，你和你妈就给我收拾东西滚出村子。虽然我年纪大了，但是这点权利还是有的。”王德发讨好地叫了声：“大伯，我可是你亲侄子，我没有你这种毫无人性、无耻至极的侄子。今天我就把你从族谱除名，以后别再叫我大伯了。”王德发如同遭到晴天霹雳一样，抱着村长的腿就开始哭嚎：“这可不行啊！这可是断了我们家的传承啊！我们王家就我一个独苗，现在怎么传宗接代？大伯你也太狠了！”村长一脚踹开王德发：“我把话放这了，村里要是再接到你的投诉，你就给我滚出我们村，我们也不会认你。”王德发彻底蔫了，毕竟他可是把传宗接代看得很重的人，被开除宗族，这下可不是要命了。有了村委会介入后，王德发再也没有来我面前蹦跶了。那场直播让他火遍全网，不少人慕名而来收拾他。听说他们家现在时不时的就能收到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花圈已经算比较正常的了。不知道谁给寄了一大盒老鼠的碎尸，王德发他妈吓得当场晕倒了，病了好久。当天我妈就杀了一只鸡庆祝。不过我的报复可没这么简单。经过这几天的蹲点，我发现了王德发有嫖娼的习惯，基本都是白天进行。这种事我肯定要帮他宣扬宣扬，可不能让某个姑娘被他骗去祸害。我拿着锣站在村口小卖部敲着：“各位叔叔婶婶，王德发把剧带到我们村里来了，这是败坏我们村子的风气啊！万一带坏了我们村读书的孩子，家庭就被毁了。
每个人家里都有小孩，我的话戳着他们的心窝，男女老少都拿着家伙，气势汹汹地往王德发家去了。走，去把王德发那个没脸没皮的狗东西抓起来！队伍越发壮大，全部乌泱泱地围在了王德发的门头。村里的老房子没什么隔音可言，屋内女人放荡的声音大得把房顶都要掀开了。王德发一家刚安生几天，就又作妖了。我们村子的风气全被他给搅和了。我径直朝里走，抬手示意大家别说话，悄悄地走到门口，直接踹开了房门。王德发正光着屁股趴在那女人身上，卖力地运动。乡亲们冲上去就是对着他指指点点。王德发直接被吓萎了，抓住被子盖着下半身，把这对狗男女拖出去。人群中不知道谁喊了句，瞬间一呼百应，几个精壮的老头架着王德发的腿往外扯。王德发嚎得跟杀猪一样，狗日的放开我！妈，你在哪？快来救我！王德发他妈刚从外面洗衣服回来，端着洗衣盆，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，把王德发护在身后。见事情败露，他们站不着理，就把洗衣盆往女人身上一砸。你个臭八腰子，勾引我儿子！要不是你，我儿子能干出这种事吗？转头推开那两个架着王德发的人，瞎了你们狗眼了！我跟你说，今天谁敢动我儿子，我明天就一头撞死在他家门口。你们把他给我拖出去游行，都是他的错。女人哪受得了这种气？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王德发他妈一听到这个，立马炸了。你竟然敢骂我！你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他扑了上去，骑在女人的身上，把女人用来遮掩的被单全剥了下来。女人也不甘示弱，抓着他的头发扇了好几个大嘴巴子，一边打一边骂：就你儿子个怂货，1分钟秒 S！ 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，狗都不来，他来不如条狗。周围的吃瓜群众吃得不亦乐乎。王德发原来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呀！我就说他嘴唇发紫肾虚，说了你还不信，怪不得他生不出儿子。王德发气得浑身颤抖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给老子瞎说，老子最少半个小时。女人抽空呸了他一下，就是根绣花针，你可拉倒吧！王德发恼羞成怒地加入了战局，乡亲们象征地拦了拦，都在看戏。那女人干不过他们娘俩，就把能摸到的东西全砸了。我看家里砸得差不多了，顺手帮他们报了警。警察把打人闹事的全铐走了，罚款500，拘留7天。经过这事后，王德发阳痿的秘密传遍了村里，他跟疯了一样，见到人就跟别人说自己能硬半小时，结果当然是又被人骂了一顿。没想到王德发居然还没死心，把鬼主意打到了我的身上。我家里种了2亩地玉米，妈妈这几天在地里忙活，回来的晚，晚饭就我负责了。天刚抹黑时，我在大灶前炒菜，突然听到门口有脚步，以为是妈妈回来了，便喊了声。王德发拿着瓶酒晃晃悠悠地走了进来。小姨子，几天不见，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？你不是说我是牙签吗？今晚我就让你见识一下姐夫有多厉害！王德发一身酒气，滚烫的双臂钳住了我的腰，舔着一张碧脸就把嘴往我脖子上凑。我被恶心坏了。王德发，你他妈给我松手！我拼命挣扎着，专门往王德发的脸上招呼。不得不说，留点指甲还是有点用处的。他的脸被我挠得没有一块好肉。王德发惨叫着捂着脸，红着眼彻底发了狠。哎呦，你个贱人，给脸不要脸！你把我王德发害成这样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要把你给办了。男人和女人的力气有明显的差别，我被王德发制住，压根动不了。
王德发激动得满脸通红，边说边脱衣服：“小姨子别乱动，姐夫我让你好好享受一下。”我破口大骂着，突然看到王德发胯下的那2两肉，顿时笑了，阴阳怪气。王德发，我要是你，就不会出来丢人现眼。闭嘴！王德发满头大汗去盘弄他那2两肉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不可能。”来的时候我已经吃了药，突然猛地趴在我身上，满脸癫狂，老子就不信了。下一秒，他口吐白沫，倒在地上不停地抽搐起来。也就是这样，我才得以脱身。我直接打了110报警电话。警察来时，我正蹲在墙角抱着膝盖哭得梨花带雨。我妈回来正和警察撞上，她脸色惨白，吓得丢下了锄头。我苦命的妖女呀，是不是王德发那个杀千刀的对你干什么了？这个畜生害死了你姐，现在还来祸害你。我妈转头去灶台上拿了把菜刀。那个畜生呢？老娘今天要拉着他一起死。我们已经是镇上警察局眼熟的常客了，现在看着我们的目光都带上了同情。他们纷纷上前，快步把我妈手中的刀截下，好说歹说才劝下来。妈妈知道我没事后，腿一软就栽倒在地。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扶住了妈妈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妈，我没事，警察同志会给我们做主的。警察郑重地点了点头。阿姨您放心，这种人渣我们绝不放过，法律会严惩。我心里默默地松了口气，总算替姐姐出了口恶气。警察叫了120把王德发给拉走了，人没事，但是只有磕头能动了，和废人没有任何区别。早些日子，因为王德发网暴这件事情在网上发酵，有很多人在关注，有律师网友主动联系了我，愿意给我无偿提供帮助。我在他的帮助下整理好了所有的证据，正式提起了公诉，王德发的去坐牢。他们在医院要到的赔偿也要一分不少的给还回来，别想占这一分便宜。法院的传票寄到王德发家时，他妈请了认字的看了，知道我把他一家告了，要赔好多钱，彻底疯了。要他的钱就等同于要他的命。他一大早拿着把菜刀去了我家，2个臭八腰子给老娘出来，把我儿子害成这样，老娘还没来得及去找你算账呢，你还想要钱？你们要钱自己出去卖呀，2腿一张来钱不快呀！你们给我滚出来！我妈拿着竹竿往门口走，这老娘们又来讨打，我拦住了妈妈。疯狗上门自然是要避着的，谁知道他狗急跳墙能做出什么？王德发他妈见我不出来，破口大骂，疯了一样用刀砍门，把我家大门砍得稀巴烂。我打电话给村长让他来处理，他之前说过，王德发一家再来骚扰我，就把他们都赶出去的。村长的效率极其高，没一会儿就来了2个青壮年，把王德发他妈给拽走了。村长也发话了，限王德发一家3天内主动搬离村子，不然就要动用强制手段了。王德发他妈再牛，在村长面前还得夹着尾巴，安安静静地缩在家里，愣是3天没出门。他以为这样就没事了，但乡亲们早就看不惯王德发一家了，自发地上门帮他们搬家。王德发他妈看着家里的东西被一件件地扔了出来，又哭又骂，拦住了这个，拦不住那个。你们这些杀千刀的给我住手！但是没有一个人理他。很快屋子被清空，他们2母子被架了出来，屋子立马被上了锁，封条也贴上了。我从暗处走了出来，冷笑地看着他。法院的传票收到了吧？记得去哦。王德发他妈见到我，立马扑了上来。你个小贱蹄子，可算露面了！年纪轻轻的心肠如此恶毒，我们一家现在被你害成这样，你开心了吧？老娘警告你，
你要是识相点，就赶紧把什么起诉给取消了，不然这辈子我都跟你没完。”我嗤笑了声，他们这种人犯了错，永远不会在自己身上找问题，错的永远都是别人。跟没素质的人多讲一句话都是浪费口水。我转头就走，王德发他妈气得直哆嗦，跳起来指着我背影骂：“小贱人，别以为就你会起诉，我也要起诉你！你给我等着！”几天后，我真的收到了一封律师函。王德发他妈从娘家赶回来，叉着腰，趾高气扬地在村口大肆宣扬着自己找到了免费的律师，答应帮他把彩礼钱给要回来。他来到了我家，罗莎律师函你收到了吧？把彩礼的六一分不少的给我退回来。王德发他妈鄙夷地看了我一眼，看你这副穷酸样，也是拿不出来这么多钱的吧？这样，只要你同意签下这份谅解书，把那个什么起诉给撤了，我就不要你还了，怎么样？这是遇到高人指点了，你别在这恶心人了，还有脸让我退彩礼？彩礼全给我姐补贴家用了，还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医院给了30万赔偿，你也得给我吐出来。王德发他妈立即黑了脸，那钱是赔给我王家的，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别扯那么多，走着瞧，到时候拿不出六，你们母女就一起出去卖吧。那你赶紧去卖，好给你儿子凑钱打理，免得进去被人走后门。我这话正戳他心窝上，你，他捂着胸口，气得直哆嗦。你不会也要和你儿子一样中风了吧？我假装惊讶地问。我呸！王德发他妈吐出了一口浓痰，急眼了。小贱人，到时候别在法庭上跪下来求我。很快到了开庭的那一天，我早早的就到了现场。王德发坐在轮椅上，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。看到我的那一刹那，嘴里呜呜咽咽地发出怪叫。我特意走了过去和王德发打招呼：“出院了呀，正好过几天就能去牢里了。”王德发他妈正要骂，眼珠子一转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罗莎，我知道你在激我，没用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已经问过律师了，我儿子现在的情况可以保外就医。”他恶毒地望着我，压低声音：“倒是你，名声已经被我儿子毁了，还有谁敢要你这种脏女人？他一个只有头能动的废人，我还跟他计较什么？在牢里还浪费国家资源，你愿意养着就养着呗。”王德发他妈脸色一变，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和我想的一模一样。王德发判处有期徒刑7年，因病可保外就医，治愈后继续服刑，需归还医院赔偿30万整，并赔偿精神损失费、起诉费等共计35万元。出法庭时遇到了王德发他妈，他面目狰狞：“小贱蹄子，别得意，你要退我6万的彩礼，看谁斗得过谁。”我差点没笑喷出来。那你就等着我退彩礼吧。没多久，法院就驳回了起诉，理由是不成立。王德发他妈去法院门口躺了3天，安保人员怕他中暑，好心出来劝他，被他抓花了脸。法院门口也敢闹事，他们母子俩又进去了。之前法院判决王德发该赔的钱，他们一直拖着。我申请了强制执行，没几天，钱就划到了我的账上。我把那笔钱全部捐了，捐给了没钱上学的山区女孩，她们需要一个走出去的机会。等王德发他妈发现卡里的钱被法院强行划走，已经是1个月后了。他去娘家借住不是白住的，每个月都要交租。回家给弟弟交租的时候，去银行取钱，发现钱没了，报警。警察一看是法院划走了，就给王德发他妈解释，但无论怎么解释他也不听。后面母子俩被赶了出来，流落街头。慢慢的，王德发他妈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，
经常把泥土、虫子喂给王德发吃。边吃边说：儿子吃点好的补补，早点给我们老王家传宗接代。这些我都是从隔壁婶子口中听说的。我带着妈妈去了工作的城市，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过了。我忙工作，妈妈在小学门口开了个馄饨摊，成了小学生喜欢的李奶奶，找到了自己喜欢干的事。妈妈说她喜欢小朋友喊她李奶奶的感觉，那种被需要的感觉真的很奇妙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